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对治疗师说了一句话：你听见了，你就得开口。3个英文词 ：duty to warn， 把听见和开口记在了一起，打成一个结。那个结后来被编进了加州民法典第43.92条，不是为了惩罚谁，是为了确认一件朴素到几乎不需要论证的事：倾听是有重量的。塔蒂亚娜·塔拉索夫在1969年被杀，凶手在杀他之前对治疗师透露过杀意，治疗师通知了大学警察，没有通知他。法院在他死后8年才把那条绳子打好结。你既然听见，就要开口。50年后，那条绳松了。当我们怀念那个听见的人要开口的时代时，我们怀念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不是某一条具体的法律，是一种秩序，慢的、小的，记在人身上的秩序。医生不是因为知道怎么救人而要救人，是因为是医生。律师不是因为知道法律而要尽信义义务，是因为是律师。治疗师不是因为听见了危机就要报告，是因为是治疗师。民法典帕嘎43.92写死了触发条件，患者对可合理识别的受害者发出严重威胁。你必须做出合理努力，通知受害者和执法机构。条件很窄，但窄本身是一种尊重。它意味着法律认真想过，在什么情况下沉默不再是权利。一个治疗师1年也许只接300个病人，每周和其中几个人谈1小时。他下班后坐在自己车里，会反复想白天那句听起来不太对的话。他失眠，他打电话给同事，他的执照不允许他放下这件事。他知道最近的警局在3个街区之外。那是一种由身份、邻居、警局、失眠共同维系的秩序。每一句听见都承载着重量，重量不在法条里，重量在那个坐在车里反复想的人身上。如今每周有8亿人对一个不睡觉的对象说话。OpenAI 在2025年10月的安全博文里承认，大约 0.15% 的周活跃用户在对话中表达了明确的自杀计划或意图。按8亿折算，约120万人。每周，同一篇博文承认，旧模型在自杀与精神危机场景中存在大量不符合期望行为的回答。更新后的模型把这类不当回答降低了约 52%。12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所有持牌心理治疗师1年接诊量的总和。而这个倾听者没有身份，他可以听，可以理解，可以给出回应，有时平静，有时温暖，但他不是治疗师，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不是神父，他是第5种倾听者。继承了前4种的全部能力，没有继承任何一种的身份。没有身份就没有义务，没有义务，沉默就不是过失，只是沉默。这件事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于他听见了什么，在于他的能力从哪来的。Merkle 估值100亿美元，客户包括 OpenAI、Anthropic、Meta。他做的事很简单，让医生写病历的标准答案，让律师写法律意见的标准答案，让社工写危机干预的标准答案，把人类专业能力切成小实际的颗粒，喂给前沿模型。他招募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原雇主那里被裁掉的人。这几年大科技的裁员公告一轮接一轮。WSJ 4月底登了一篇报道，标题平静地像气象播报 ：The AI splurge is costing tech its workforce。AI 这一笔豪掷正在向科技业的人手要账。2026年，4大云厂商预计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超过7000亿美元，未来5年的年度折旧，据卖方共识估计将超过4000亿。这笔钱要在企业财务里消化。腾出空间的方式是腾出人。他可能是一个律师，在中型律所做了8年，主做公司并购。被裁那天，他收到一个 LinkedIn 私信。3个月后，他在 Merkle 平台上以远低于过去的时薪，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某个前沿模型写法律分析的标准答案。医保没了，401K 没了，晋升路径没了，执照还在。
执照还在，是最残忍的部分。Merkle 的合同要求承包商以其专业身份提供训练语料，他的专业能力上去了，进了模型的权重。他的 ABA Model Rule 1.6b1 关于保密义务及其例外的那条律师职业规范留在原地，没有跟着上去。治疗师的 Program 43.92 留在原地。银行合规官的银行保密法可疑活动报告义务留在原地。三方分割同一笔劳动，平台拿调度费，模型公司拿能力，专业人士保留义务，以及义务背后的全部风险。能力转移了，义务没有跟着走，因为义务从来不是能力的内容，它是承担能力的那个人的身份。1976年，加州法庭面对治疗师时无法预想这种局面。当时听见的能力只能通过执照、培训、诊所这些有形容器获得。你要听，必须先成为治疗师，必须先承担治疗师的义务。能力和身份是一根绳上的两股线。50年后，听见的能力第一次脱离了身份，两股线散了。散了之后发生了什么？2025年4月17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枪击案 Phoenix Ignor， 案发前数小时内持续向 ChatGPT 询问校园人流高峰时段、枪械操作、枪击后果，2人死亡，6人受伤。2025年6月，OpenAI 的自动系统标记了加拿大用户 Jesse Van Rooselaar 的 ChatGPT 账户，理由是枪械暴力活动与策划。据 WSJ 报道，人工审核员建议通报加拿大警方，公司仅选择封号。2026年2月10日，Van Rooselaar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Tumbler Ridge 中学枪杀家属后，在学校实施大规模枪击。同年4月底，7个受害者家庭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分别起诉 OpenAI， 加上此前 Ray 难16岁少年 Adam Rain 自杀和2025年11月SMVLC 与 Tech Justice Law Project 发起的一批自杀相关非正常死亡及精神损害诉讼。OpenAI 面对的高关注案件已形成集群，所有案件指向同一个结构：公司知情，内部有人主张行动，公司选择不行动。WSJ 在这个5月初的报道里写到一段 ：OpenAI 内部的投资团队多主张报警。产品和法务团队选择不上调门槛，知情而不行动，在侵权法里不是无知，它靠近的是过失。2026年4月，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James Youthmeyer 宣布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他在声明中的原话接近于：如果 ChatGPT 是一个人，他将面临谋杀指控。那是一句很重的话，不是因为他在法律上一定成立，是因为他第一次把第5种倾听者拉进了如果他是人的想象里。历史上，一个行业因为单一侵权案件被永久性重新定价，路径来来回回只有那么几种，不是没有别的可能，是别的可能最后都走进了这几条里。Tarasoff 1976年，义务触发。加州最高法院把治疗师的保密义务改写为对可识别第3人的保护义务，没有天价赔偿，代价通过 malpractice 保险溢价渗进了整个行业的成本结构，再也没有出来。后来华盛顿州在 Volk v. DeMerlier 案中进一步扩展了义务边界。2026年，华盛顿州签署 HB 2225，针对 AI 伴侣聊天机器人设立防自杀协议与私人诉权。2027年生效，不是针对所有前沿模型，是针对陪伴类产品。但缺口一旦打开，水往哪里流，没有人能事先画好。Therac 251985到87年，事故上报，放疗设备软件缺陷导致患者遭受致命辐射。这一类事故推动了后来更严格的软件安全与不良事件报告框架。FDA 现行 MDR 体系要求制造商在知悉死亡或严重伤害后30天内报告，紧急情况5天。从那以后，医疗软件的估值核心从功能领先性悄悄切换到了可验证性、可留痕性、可上报性。前沿模型一旦被纳入同类框架，
benchmark 不再主导估值 ，incident logging 才主导估值。烟草总和解，1998年现金抽取，46个州的总检察长把私人伤害改写成公共成本追偿，2060亿美元，25年，不是保险赔付，是行业现金流被按年金逻辑财政化抽取，关键转折不在原告数量。在州检察长把伤害叙事从个人损失升级为公共系统外部成本的那一刻， MSA 同时强制解散了烟草行业的3个研究与游说机构，锁定的不是单案争议，是制度化知情结构。 Vioxx 2004到07年隐藏安全折价， Merck 在2007年以 48.5 亿美元全局和解，另向司法部支付近 9.5 亿，解决推广与安全表述问题。真正改写行业的不是赔偿数额，是一个模板，已知风险未充分披露，折价从涉案产品扩散到整个产品族，成为制药行业估值里一个永远在场的变量。Boeing 737 MAX 2018年至今治理折价，2起空难，346人死亡。DOJ 以约25亿美元延期起诉协议处理，后又追加10余亿以避免起诉，但结构至今未消化。为了加速交付而压缩安全验证，这个句式不只属于 Boeing。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 Ilya Sutskever 和超级对齐团队负责人 Jan Leike 离职时的公开抗议说的是同一件事：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让位于闪亮的产品。5种路径，每一种比前一种对企业估值的破坏更深，持续更久，更难消化。它们不是历史教训，没有谁从历史教训里学到过什么，它们是水流，水一定会找到缝隙。OpenAI 正在准备 IPO， Sarah Frier 公司 CFO 在2026年春天做了一件被少数人注意到的事，把 Sam Altman 公开承诺的 1.4 万亿美元级基础设施投入，在内部收敛到2030年前6000亿。这不是一个关于算力规模的技术调整，这是 S1 律师团队在试探风险因素章节能写到什么程度。基础设施承诺口径的收敛，往往是风险披露口径收敛的前兆。问题从来不是 OpenAI 值多少钱，问题是在 S1 的风险因素章节里，我们的产品可能产生被用户依赖的输出，导致用户或第三方受到伤害。这句话写还是不写？写了，资本市场会重新定价；不写，一旦证据开始阶段暴露内部记录，SEC 披露不充分的后果可能更重。Anderson v. TikTok 3巡判例已经示范过，答辩中我们已尽合理注意的措辞，在法庭中会变成产品设计的承认。这是一个两难，而两难本身就是定价。在这张还没开出的账单的另一面，有一个安静的位置。Anthropic 在 Acceptable Use Policy 中把心理健康明确列为高风险用例，要求人类审核，写入了合理保障措施。第5期论证过 Anthropic 拒绝无条件军用，造成估值上限。第7期的材料反向证明了一件事：在侵权责任逼近的时代，克制不是天花板，是地基。当 C 端同行面对责任定价时，那些更早把高风险场景制度化的公司会获得一种不容易被注意到的溢价，不是因为他们更安全，是因为他们更早承认了不安全。Terasoft 不是一个法律事件，它是一个文明在1960年代心理治疗工业化之后，给倾听这个行为装上的一套制动系统。当倾听变成产业，社会用一条听见的人要开口的规则把它接住。那条规则的前提很简单，听见的人有身份，有身份就有义务，有义务就有重量，有重量，沉默才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无关。我们站在类似的位置，只是倾听，不再是工业，是流水线。每秒数千万次对话进入同一个模型，其中无数次包含我想伤害自己，我想伤害别人，我刚做了坏事。而模型平静的、礼貌的，有时温暖的回应每一句话。模型不会颤抖，不会失眠，
没有要去敲门的邻居，没有要拨打的警局电话，但他各方面的专业能力来自于那些有街坊邻居、毗邻警局的人，那些会颤抖、会失眠的人。那条系着听见和开口的绳就是这么松的，不是被谁剪断的，是能力从身份上脱落的时候，绳子自己散开的。法院最终会怎么判，今年看不到，但判决之前，所有人都已经在重新面对一件事。1976年以来，那个朴素的、原始的、几乎不需要论证的预设，听见的人要承担。他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不会害怕的对象。Phoenix Ickner 的母亲是 Leon County 的副警长，他的儿子在案发前几个小时里一直在跟一个不会报警的对象说话，他却不知道